这是我的 iPhone 13 Pro 256G 远峰蓝，8799元。拥有可能是地球上最好的手机拍摄，可能是地球上表现最好的手机屏幕，可能是地球上最强的手机芯片，强得很。发货第一天我就拿到了它，沉甸甸的，手术级不锈钢边框，凉凉的，在阳光下蓝晃晃的，特别耀眼。但好像它并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多么大的改变，我仍旧拿它来看看消息，刷刷网页，打打游戏，晚上躺在床上看看视频。它能做的，我的上一台手机也都做得不错。我不禁思考，如果用这9000块钱的预算购买的是整个苹果的生态系统，那体验会不会大不相同？我是小天，欢迎回来。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9000块预算 ，iPhone 13 Pro 和一整套苹果生态，你会选择哪一个？先说说，那这9000块钱预算具体能买到哪些苹果硬件呢？我们先从手机开始，3299元可以买到一台 A13芯片的 iPhone SE， 有了它就等于拥有进入苹果生态的接口 ，AirDrop、iCloud、iMessage、App Store。等等等等 ，A13芯片在启动应用和打游戏时的性能无需担心，你还等于拥有了一台出色的支持人像模式的便携式相机。因为预算的关系，只能选择64GB 的空间，不过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进入了苹果生态之后，将会拥有 iCloud， 很多东西都可以存储在云端，从而节省手机的空间。再加上苹果一贯出色的外观设计以及流畅的 iOS 系统，在我看来 ，iPhone SE 用1/3的价格达到了 iPhone 13 Pro 85%甚至90%的对于用户们所提供的服务。当然 ，SE 是 Touch ID 指纹解锁，而不是 Face ID 面容解锁。有些人可能不喜欢指纹解锁，但其实在这个每天都需要戴口罩的后疫情时代，指纹解锁往往比面容解锁更加便利。第二个苹果产品，让我们一起看看 iPad，2499元就可以买到最新上市的 iPad 9。和 iPad Pro 或者 Air 相比，它没有很窄的边框或者最好的屏幕，在外观上看起来没有那么出挑，但是它有着 iPad 该有的所有能力。如果想办公 ，iPad 是一个轻度的生产力工具，配对上第一代的 Apple Pencil 和智能键盘，便可以化身成一个小型的笔记本电脑。和 iPhone SE 当中相同的 A13芯片，一枚即使是在2021年依旧不错的芯片，保障了 Procreate 以及 Microsoft 这类常用的应用都能够流畅的运行。64GB 的存储空间可以用来分享整理自己的资料，娱乐休闲时连接上 PS 或者 Xbox 的手柄。iPad 9可以立马变身为一台便携式的游戏主机，无论是个人单刷还是和同学朋友一起组队玩游戏都会很爽。Apple Arcade 的游戏库的质量也都不错，平时喜欢追剧、看漫画、听音乐 ，iPad 9更是毫无压力。3299加上2499，5798元获得了一台手机和一个平板，意味着已经可以享受到很多苹果生态所带来的体验了。苹果的 iCloud 是一个强大的纽带，既可以存储和备份额外的资料，也提供了 iPhone 和 iPad 之间的无缝衔接。去公司或者学校的路上有什么想法，马上用 iPhone 记录在备忘录中，等坐下来打开 iPad 的时候，备忘录已然同步过去，可以慢慢的思考与整理自己的想法。需要的时候用 iPad 打开在 iPhone 上的照片或者文件，用更大的屏幕分享给自己的家人或者同事。第三样我想加入到苹果生态里的是 AirPods。AirPods 是苹果这几年推出的最创新的一款产品，999元就可以买到搭配充电盒的第二代 AirPods。尽管苹果刚刚发布了第三代 AirPods， 但在我看来，二代依然是一个非常划算的选择。AirPods 充电一次可以听5到6个小时的音乐，另外充电盒储存的电量足够给 AirPods 充电好几次，让 AirPods 的总体使用时间可以超过24个小时。因为苹果生态，一带上 AirPods 就能够立刻连接已经配对过的苹果产品，它也可以在很多苹果产品中快速切换，比如上面提到的 iPhone SE 和 iPad 9。带着 AirPods 时，如果你的 iPhone 收到了信息，无需打开手机 ，Siri 就可以直接读出发送者的姓名和信息内容，随后你也无需手动操作，直接用 Siri 就可以语音回复。最后一件我想加入到苹果生态中的产品是 Apple Watch SE， 这是一款很出色的 Apple Watch。即使苹果刚刚发布了 Apple Watch 7，我也还是这么认为。2199元，你就可以获得 S5 芯片，通知推送、心率检测、噪声监测、跌倒检测、睡眠追踪以及记录每天自己的运动量等等很多功能。
苹果生态的加持，把你的健康信息都同步到了 iPhone 上，方便随时查看或者分享给家人和朋友。如果你买的是一款蜂窝版，那你甚至可以离开你的 iPhone， 只带上 Apple Watch SE。AirPods 通过苹果生态连接到你的手表上，你便能够在运动或者跑步的时候听歌、收发信息，甚至是打电话。最后让我们看看4款设备 ：iPhone SE、iPad 9、AirPods 2和 Apple Watch SE 的价格：3299加2499加999加2199，一共8996元。但是如果购买官方或者是二手产品，你很容易就能以一个更少的价格在苹果那里购买到这样一个生态系统。苹果年年更新。更强的芯片、更牛的摄像头、更大的电池容量，甚至是帮我们创造出了各种需求来鼓动我们年年换新。就像是我的 iPhone 13 Pro， 毋庸置疑，它是我拥有过的最好的 iPhone， 使用起来也很好，很顺手。但是它能给我带来当年 4S 第一次落入我指尖时的那种惊喜吗？回想起来，iPhone 似乎已经很多年都不能给我带来当时的那种激动了。新的 iPhone 的功能似乎更多的是在展现苹果每年科技的进步，和我自己的生活已经没有那么息息相关了。在今年更新的功能当中，我真正每天都会用到的，大概就只有屏幕的 Promotion 技术了。所以用购买这些看起来很酷，但是实际使用频率并不高的新功能的价格，换取一整套能够带来完整苹果生态体验的硬件们，也许会有一个更好的使用体验。相比之下，你是觉得新技术更好，还是一整套完整的体验更重要呢？欢迎留言和弹幕告诉我。本期视频我只是想为大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从自己的情况和能力出发，不同的选择都有各自的道理，绝对没有对错之分。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觉得视频有点意思，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收看更多有趣实用的视频。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